everyone deserves true love, and we will all find it if we never stop looking for it. 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宝宝们大家好，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 Get Ready with me， 然后谈一个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会化一个很淡的妆啊，因为我今天不去别的地方，待会儿去看看我奶奶，所以就简单的化一点。今天要谈的话题呢，是最近你们都来问我的。我觉得每年到学校放假的这个期间，你知道在美国他们就叫 break up season， 就是其实是分手季，因为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暑假之前啊，什么毕业之前啊分手什么的。所以呢，很多宝宝们都问我，哎呀，我最近分手了，或者说我有情伤哈，我怎么能够 get over 走出分手的阴影？我觉得这个挺重要。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画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讲一讲这个话题：如何走出情伤，适应单身，然后找到真爱。我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个顺序呢？首先我说，你不走出情伤，就无法适应单身。如果你不适应单身，我觉得就很难找到真爱。我并不是想让大家就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我说的是宇宙第一真理，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和想法分享给大家。那首先我先讲一讲分手这件事儿。我想第一让你们知道的就是分手这件事儿太平常不过了，它就像吃饭、旅行、吵架、呼吸，就是一个人几乎都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在你第一感觉分手非常痛苦的时候，你第一件要想的事儿就是 I'm not alone， 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再美再好，你是所有人的女神，是所有人的男神，不管你是谁，我觉得都会有受到情伤的时候。一段感情时间长了，不管谁跟谁分手，其实这个经历都是很痛苦的。所以第一，你就要想到你所经历的现在这件事儿是再平常不过的，除非他是一个机器人儿啊，他从来没谈过恋爱，那从来没对任何人产生过好感或感情，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挺惨的。所以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分手不是一件坏事。我常常想啊，其实你们在想就是恋爱的时候，你们干任何一件事儿，我要想，哎，我想跳舞，我怎么能把舞跳好？我想学英语，怎么能把英语学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其实唯一你能干一件事儿变好的这个方法，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去干这件事儿。你要一定有很多经验才行。其实我们社会跟我们说爱情不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社会是错的。你唯一能够变得更好的、更会处理一段感情的方式，就是多经历感情。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情感经历的话，他肯定是没有经验处理感情。那我对他处理感情的这个信心肯定是基本没有什么。可能就是很多人不是这种观点，觉得哦，女孩子不要情史太丰富啊。呸！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情史丰富一些，多去接触和约会各种各样的人。那这样呢，你才能在你最终选择这个终身伴侣的时候，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否则的话，你就是草草率率的结婚肯定是不行。所以讲到了这一点，分手其实是为你找到真爱打下基础。失败乃成功之母，在爱情当中也适用。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看成一个只是 negative， 只是不好的事情。分手实际上变相的是一个好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分手以后你要做的几件事儿。你把分手看对了态度，那之后呢，你要做几件事儿，帮你更好的走出这个情伤。爱情呢，是你头脑里面的一个化学反应。在你看到某一个东西，可是你们俩的这个定情物也好，或者去过的地方也好，你的脑子里就会反应，哦，这个人不在我身边了。那你这个时候就会有 overwhelming sadness， 哦，特别伤心，这个情感上来。你记住，千万的人都有这个感觉。这个时候你的脑子会告诉你，哦，不惜一切代价的把那个人找回来，可能是不合逻辑的去做一些事情，去挽回这段感情。其实这样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你来回的这种感情的纠葛，会令你更难走出这段情伤。我跟很多以前学心理学的这些朋友和一些教授交流过，他们有很多的方法。第一就是你在分手以后，一定要想一想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去想那些你们两个之间造成分手的这些不合适的地方，
不要去想那些我们两个之间有多好多好，多可惜多可惜，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就说你们为什么会造成你们分手，一定要把你的重点放在这里。至少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也分手过，我也很痛苦过，是正常感情的人都会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特别发达的时代，你很容易不停的去看那个人最近的动态，去追逐那个人干什么了，他是不是交了新女朋友，这个真的特别不易于你走出情伤。最好的方法就是微信删除，社交网站上的一切删除，这样才有助于你走出去。如果你一直往回看的话，真的就会对你造成2次伤害。我知道这点很难做到，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你迈向走出情伤的第一步。然后第3点就是你要把你从前到后分手的这件事儿讲出来，讲给你朋友听，但是讲一次 move on。你不停的讲，实际上你就自己陷在了过去的阴影当中，无法走出来。还有就是社交，交朋友，出去玩，打乱你的生活规律，让你的生活当中那个人的角色逐渐减少，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就像我们说，如果说真的是爱过的话啊，其实即便是你都做到了，你也会痛苦一段时间。我以前讲过，真正要走出一段情伤，只有2种方法。那一个就是时间，时间久了，慢慢的你的就放下了。还有一个就是新欢，如果时间和新欢都不能做到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时间不够长，还有就是新欢不够好。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虽然我很痛苦，我很难受，但是我每经历一天都是一个胜利，我每度过痛苦的一天，我都会好一点。任何不能杀死我的，只能让我变得更强大。第2天睁开眼睛，我擦掉眼泪，我想我今天比昨天已经又痊愈了一些，而且我今天比昨天更接近了我找到真爱的那一天。抱着这种心态，我觉得追求真爱的路上也好，还是在感情的路上也好，你整个人都会舒服很多，容易很多。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走出情伤的。那下面我要讲讲怎么样适应单身。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很多的宝宝觉得单身的人是最惨的，经常说什么单身狗啊，单身狗，在他们的眼中啊，先把眼线画上，再给你们讲这个，因为讲这个我需要手。我觉得在整个社会的眼中，他们是这样的：一对好的神仙眷侣，比如说我和翠哥就是 happily married， 对吧？不管是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他们是食物链最顶端。然后是其他，就是这其他相爱的情侣都在上面，然后最底下这就 poor you little single you， 就是你这个单身狗啊，惨的最底下，对吧？这个社会是告你这个食物链是这么排列的，但你记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因为你看，你好像觉得那些一个个的情侣都摆在你上面，错。情侣当中分开心的 happily married， 婚姻很幸福的。还有婚姻一般的，还有婚姻很痛苦的，还有就是情侣很幸福的，经常吵架的，非常痛苦的，它分很多种。我觉得按照真正的来排序，这个世界上应该是相爱快乐的情侣，然后是单身的人，最惨的是那种就是明明知道有问题还在一起，纠结在被陷在了一段不快乐的婚姻或者感情当中，他们是最惨的。他们是在这个食物链最底下的。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要经历非常痛苦的分手的这个程序，对吧？他们得分手啊，然后再经过很漫长的从情感上的治愈这个漫长的过程，很久才能到达你这儿，就是一个单身又安于单身的人。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错的人在一起分手，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对的事儿，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的社会经常教育你，就是说孤独终老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的。孤独终老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跟不对的人、不相爱的人、不快乐的人、世界观、人生观、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一生，那才是最痛苦的。你明白了这个的道理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单身是非常幸运的，安于单身，敢于单身，适应单身，这个世界都向你展开了翅膀，你随时有可能找到你的真爱。
就是你觉得我30多岁才结婚啊？这个社会永远是告诉你，哎呀，这个 society rushes you， 他总想让你快啊，什么剩女的概念啊，什么这个，他从来都是告诉你哦，嫁不出去有多可怕，他从来没有告诉你嫁给错的人有多可怕，嫁给错的人比不嫁不知道要可怕多少倍，这一点是不会有人告诉你的。而且你一旦嫁给错的人，很有可能你就会错过那个对的人。一个女生如果不能适应单身，她就很 desperate， 她就很恨嫁的话，首先说恨嫁不错，但是恨嫁我对生活有这些要求，但是因为我恨嫁，我不去追求我这些要求，我来妥协，我来认了，就是我随便找了，因为我要嫁出去了。越是这样的话，那实际上你失败的这个概率就越高。因为第一，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并不是说哦，我因为爱情才嫁给他，而是认为，哎呀，我再不嫁我就嫁不出去了。那你觉得你是愿意在怜悯的这种感情当中嫁给别人，还是愿意在满心欢喜的这个感情当中嫁给别人？这个是有质的区别的，所以这点一定要想清楚。寻找真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窍门？我刚刚讲过了，我们的这个 society 告诉你交很多男朋友是不好的事情，而且告诉你，你想学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你去上商学院；你想成为一个律师，你去上法学院。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找一个很好的伴侣，我要去上学，来上一堂课，来学一学我怎么样能够找到我的如意郎君，别人会觉得你有神经病。这个社会就会让你觉得，其实 romance 浪漫呢，完全是 luck based， 靠运气。那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错的，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觉得碰到真爱的方法是这样的。一个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就是在你可能小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没想那么多，觉得哦他很帅，会打篮球，我就喜欢他，或者他长得像王俊凯，我就喜欢他。你可能没想那么多，没有人一击即中的，你都要交很多男朋友，你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你。当然有人一击即中，一上来就找到终身真爱，那很幸运。但是多数的人是不会的。我自己是交了很多的男朋友，才知道我要什么，在婚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时候我可以妥协，什么时候不可以妥协，哪些是我想要，哪些是不想要的。但是你在经历了几段感情当中，你就会觉得，哎，我实际上在我的感情当中是要什么。后来呢，这是我完全自己的方法，我教给大家来做参考。我自己呢就有一个 list， 一个单子，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我对我情侣的，不是说要求啊，就是有一些信息。左边写的是 must haves， 就是他一定要具备的条件；右边是 nice to haves， 就是最好有这些条件。还有一条 column， 还有一个表框，上面的是 deal breaker， 就是如果他这样就肯定不行的这3项。第一个里面呢，我觉得啊，我的 must have， 第一，心地要善良；第二，跟我的3观要匹配，世界观、人生观啊，什么家庭背景都不能差得太多啊。nice have 呢，就希望能有的啊，就是比如幽默啊、高大呀、有理想啊，这些就如果有会更好。那 deal breaker 呢，就是心地不善良，或者说这个人酗酒、喜欢赌博、有不良嗜好，这些对我就是 deal breaker， 不可以的。我一直是以这种方式来寻找我的结婚对象。当然，我这种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我只是告诉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帮我避了很多雷。还有就是女孩子在寻找真爱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吧，很容易嘲笑一个比如37岁没有结婚的人，但是却很少会嘲笑一个37岁陷在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当中的人。但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会选择当37岁的单身的那个人。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不想觉得弄我这么多 column 啊，这么多条条框框，其实2条特别重要。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写过，一个是 good conversation， 你能不能跟这个人进行非常有意义的、有深度的这种对话，他能不能听你倾诉，你们有没有共同语言，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人生非常漫长，伴侣我们不是动物，不是在一起交配的一个性伴侣就够了，我们需要灵魂上的交流。还有就是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有很好的肉体上的吸引，就是 good sex。 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哎呀 I don't care， 但是这个 sexual attraction 从生理上的这种对你的互相的吸引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说你一开始没有，可能后来就有了，是会培养的。其实人家有人说 if you sleep with the same person enough times
then you get attached. 因为你的 brain 会 release a chemical getting attached to this person, right? That could happen. 但是这种 chemistry 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其实，在婚后的生活当中，这种 chemistry 也是需要两个人来维持的，不管是灵魂上的交流，还是肉体上的交流。我一直讲过，其实很多人用结婚啊找到真爱，说是一个女生的归宿。我很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归宿，婚姻不是任何人的归宿，幸福也不是一个结局，幸福是一种状态，是需要你不断的去维持的，需要保持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不一定你结婚了就是归宿或者会找到幸福，那不一定你单身就不会幸福。我始终坚信的一点就是 everyone deserves true love and we will all find it if we never stop looking for it。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儿吧。我希望对所有的宝宝们有帮助，当然只是我自己的一些 stupid silly idea， 我不知道能对宝宝们有多大帮助，但是哪怕能帮到一个人啊，能够让你幸福，我也觉得很开心。我是真心希望周围所有人都能幸福，不是因为我是圣人，是因为我觉得我以这样一个希望我周围所有人都幸福都好的心态来生活，尤其是我的粉丝们还有我爱的人，我自己会快乐很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共勉的。I love you guys so much。我希望大家所有的人都能走出情伤，适应单身，然后最终找到真爱。Love you guys. I'll talk to you next time. Bye.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来自于 YouTube 的粉丝，上面说 Tracy 你会做一个纪念10万订阅的 Q&A 吗？现在已经过了10万了，我觉得我们 YouTube 等一等到15万我们来做一个 Q&A 好不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13万了，所以加油加油！15万的时候我会在 YouTube 上和 Instagram 上面都会做 Q&A， 那个时候你们可以随便问我任何的问题，我都会回答，好不好？不要认为自己很惨，因为你随时有可能在下一秒就遇到你的真爱。